上了一整天的课啊。是我也是，现在就是调了时间，我变成休息1个小时，然后我又回来。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变成是延后，你们那边算是延后1小时，是提前一提小时。早一小时。哦，提早1小时。哦，嗯，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哎，怎么理查老师早了1小时跟我？对，所以上个星期我就说，诶，我怎么搞的？好像是我在等理查老师的课，怎么还没有？然后我一看，糟哎，糕，突然有已经开了。始啦！像那个婷老师，他那时候也忘记了，他也忘对，记了，很多对，同学也忘记了，然后就诶到了，怎么已经上了1个小时了，都忘记了。对，那因为亚洲没有这种冬令时间了，所以就对，对。其实是挺不好的。那等于就是在这个夏令时的时候，我们欧洲人住在欧洲的这个地方的人呢，等于嗯，每天都少了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就跟哦，会就跟亚洲人相比，就少了一个小时。少了1个小时，对有时候差1个小时差蛮多的。对啊，对，好，OK，各位同学大家好，梅老师来大了。家好，我今天不迟到了，我早哈哈，今天梅老师没有迟到了。梅老师记得在欧洲还有美洲啊，现在有那个冬令时间啊、好，所以呢，各位同学你们也不所以我要忘记冬令一直时间啊、在等着。要记得。好，那我们跟各位同学打招呼。第一嗯位同学是 Secom 你啊，好。很好，啊，娟娟，娟娟你好。今天好，好，还有 Sally 好，嗯还有好阿能、米嗯，磊，然李磊，嗯。后 DK 好像是新同学吧？DK Better Life 啊，好，同学，很高兴认识你啊，新同新同学学。欢迎，还有嗯嘟嘟，还有嗯大同学春娇啊嗯，Penguin，然后这也是新同学吧？ROM 啊，Rom 同学，还有啊，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梅老师一来就有新同学来了哦。好，凑巧凑巧。凑巧，刚刚好而已。宋平、青嗯霞，哦，Priscilla 来了，Priscilla 你好啊，Priscilla 哦，Priscilla 终于换头像了，她之前是为什么今天的课这么早啊？今天的啊，课应该不早。Priscilla 在美国也有冬令时，对不对？美国也有冬令时间哦。好，嗯裴俊哦，Samuel，嗯还有这位是 Moni Wang，这也是新同学吧？啊，哦，好，你好鸿飞，还有 Marove，还有 Chen 同学，还有 啊EBY 你好，还有 King Tay 同学你好。为什，OK，么今天的课那么早？Priscilla，因为美国有冬令时间呢。哦，对，忘记了。哦，好，Cartini 你好，Jenny 你好，这位也是新同学吧？Pre-run 啊Pre-run 新来的，哎，真的新来的嗯。同学啊，你好，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唐龙说立冬快乐，立冬，哎，今天是立冬啊！立冬吗？完全完全我忘记这我到了个事情。英国以后呢，我就几乎都忘了立冬，然后冬至几乎，不过我就记得每年的冬季就是12月21号差不多，哦，然后呢我也就在圣诞节的前3天，所以我记得，哈哈，我也完全我也谢谢你，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了哦。好，嗯，对对对，好，体液你好，还有我们的立新，哇，这嗯。个是新同学吗应该？Chen 是新同学，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新同哇，学，这个满满头像很新啊，满满谢谢的满你，哈哈哈哈，，Lisa 你的 Lisa 你好满满，嗯，，Lisa，梅老你师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哈哈哦，哈哈越哈，来越不加狠，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就好了哦，对，越来越年轻，啊，对对，其实我们越不是的，来越不加狠哦。其实不是的，我是因为这个，我今天特别的需要阳光，所以我就对着窗户这里，又哦，对，我很老师喜欢有阳光的地方，亮亮的，脸就很亮哦。好，嗯呃，好，分享了，好，谢谢啊、要帮我按赞哦，还要帮我分嗯。享哦。好，还有 Sophor 好像也是新同学哦。啊，很多新同学最近对不对？新同学哦，没有最近，只有今天，因为梅老是吗？师的关系。
那我太开心了。对，还有木同学你好，木同学是泰国的，是不是？是伊朗的同学。哦，然后 Thesing 同学你好，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赶快来上课了哦。好，今天我们看一下要上什么。我以为还接着聊理查老师跟卞老师的理想的家。那个已经是下个星期的事情了。好，哇，满满在自我介绍哦。OK， 我来读一下吧。好的。您好，老师，我叫满满，很高兴认识大家，请老师们多多指教。好，没问题的，满满。我们相互学习哈。好，满满怎么会用繁体字呢？在台湾吗？哦，好 ，OK， 再来。我很开心，因为可以直接看到你们的直播哦，真的啊！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也很开心。那你订阅理查老师的课，赶快啊，帮我点赞啊！好，那梅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第4集。那梅老师要麻烦您帮我把每个词念2次啊。好，这个第一个字就是翘舌音，超。是超哈。好，第二个只是多了一个字，然后呢，我们叫抄写。好，这2个字的意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哦，差不多。好，那么不过抄的意思有比较多种，要不一样一点哦。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抄。抄的意思，梅老师，抄是什么动作啊？抄就是你用一支笔，拿着一支笔，其实也就是写了，在那里写。没有这个过程，因为不单单是写，因为你要看着老师的这个黑板，你要看着他写的内容，然后你要记下来，这一个过程就叫做抄。对，梅老师说的很好，抄其实就是写。不过呢，写就是这样子而已。抄的话，你是有看着东西，边看边写，这样子抄下来哦。所以抄通常是可能你抄老师写的句子，你抄老师写的字。抄一般就是 copy， 有东西让你去 copy down， 有东西让你把它写下来哦。所以抄跟写的意思很像，不过抄还有 copy 的感觉，copy 的感觉。好，那我要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请把黑板上的句子抄下来。好，请就是 please， 对不对啊？请。把什么东西哦？把的这个用法就是强调后面这个宾语哦。把后面这个宾语怎么样？好，把黑板上的句子。好，我们这里的图。各位同学有看到一个黑板，对不对？这个就是黑板哦，黑板，英文叫 blackboard 的句子。好，黑板上就有一个 This is a book， 这个是一个句子sentence 句子。抄下来，那各位同学抄下来的意思就是你看着这个 This is a book， 你也要写什么 This is a book 把它抄下来。好，那我们再请梅老师帮我念一遍句子，谢谢。请把黑板上的句子抄下来。好 ，OK， 好，唐龙说好，梅老师你念一下唐龙的句子。好的，就是很快学会了，用上这个字了哈。我想抄这首歌词下来。好，我想抄这首歌词下来。啊，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了哦。好，然后唐龙又改了。OK， 我想这首歌儿的歌词抄下来，这个就有点就是还没有刚才那个句子好。唐龙，你可以加个把，你可以加个把。我想把这首歌加个把。歌儿的歌词，歌儿其实可以不用这个儿。对，这首歌的歌词抄下来就可以了。唐龙，你可以像这个句子一样，我们加一个把你可以说我想把这首歌
的歌词抄下来哦。嗯好，那我们看一下抄这个字的语法点哦。好，第一个语法点呢，我们抄还蛮常用把加上宾语的哦，把加上宾语，所以我们会说主语把宾语抄下来。你也可以说抄在什么上哦，抄下来或抄在什么上。你可以抄在纸，就是 paper 纸，对不对？你可以把句子抄在纸上，抄在纸上哦，或抄下来都可以。好，所以这里呢，我们有一个考试给各位哦。那梅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选项？好，就是第一个词语就是地址，地址。第好的，二个词语就是在信封上，在信封上。第好，三个词语黄先生，嗯，黄先生。第四个词语就是把，对，把。第五个词语抄，抄。好，大家好。可以开始做了。大家开始抄了哦，不是开始写了，不是开始抄了哦。好，地址就是那个 address， 地址就是你住的地方都会有一个 address， 都会有一个地址哦。那信封的话，信封就是 envelope， 信封。我这里有没有信封啊？这里这个就是信封了哦，像这样一个信封，这样就是一个信封，这个 envelope 哦，各位同学，这个就是信封哦，信封。好，那黄先生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各位同学的答案哦。好，春娇的句子，麻烦梅老师。我把老师的课文抄下来。哎，这不是我们的题目，不过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啊，这个句对，子写得很好。好。阿能，阿能把李白的诗抄完了。阿能太棒了。这么厉害啊！李白的诗很多哎，你把它抄对呀，完了，你是抄完其中一首吗？不是全部的。李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哦，非常棒的诗人。那抄完了表示 like finish copying， 你把它都写完了，哇，那很厉害耶！哦，阿能如果真的把李白的诗抄完了，那很厉害。好，我们看一下米磊的句子，麻烦梅老师。就是黄先生把地址抄在信封上。哦，那这样子米磊写对了，黄先生把地址像理查老师这样抄在信封上，哦，把它抄在信封上，很棒。我们再看一下宜兴同学的句子。好，就是黄先生把地址抄在信封上。好，抄在888上。哦，各位同学可以把它学起来。哦，把它 copy down on 什么地方？哦，好，很棒，宜兴很厉害哦。好，我们念一下穆同学的句子。好，黄先生把地址抄在信封上。好棒哦，大家都会了耶！我觉得这个梅老师，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哦。举一反三很厉害就会了。我好像看到一位新同学的句子，我们一定要念念看。好，麻烦一下梅老师。没关系哈。黄先生把地址抄下来。哦，抄下来也可以啦，也可以。你就漏了一个第二个词语，就是在信封上哈。对，在信封上。好，没问题。这是我们第一个语法点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 key point。好，我们常常会说，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一个抄加上笔记，一般会说抄笔记。抄笔记。那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写笔记？我们不怎么说写笔记，我们会说记笔记。记笔记。好，这个请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把它记起来 ，remember。这个记有一点也是写的意思了把它抄或写的意思。所以各位同学，像你们来听理查老师的课，你们要抄笔记。理查老师的重点 key point， 你们要把它抄下来，语法、词汇，你觉得很重要的，你们要抄笔记，或者是像梅老师说的记笔记都可以那就是把重点写下来把重点写下来。好，这边有一位唐龙同学，他问我们这个句子行不行？我把这首歌的歌词
在笔记本上抄下来，可不可以？可以。没什么问题，对，没什么问题。唐龙，你要这样说也是可以的。我把这首歌的歌词在笔记本上抄下来，好，或者也可以抄在笔记本上。我把这首歌的歌词抄在笔记本上，两个都可以。就是像李乔老师说的，抄在笔记本上会更好一点点。对，其实我们比较常说抄在什么什么上。唐龙，这个如果你用这个语法点会更好，会更地道，会更地道一点哦。好，哇，我们都还没有念选项，怎么大家都把答案写出来了？不过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来，麻烦梅老师哦。好，就是第一个养成，好，养成，好，第二个笔记，第三个的好习惯，就是第四个他，第五个抄。好，那各位同学，这题有一点点难，因为有一个可能 phrase 你们没有学过，就是养成什么什么的好习惯。养成就是培养吧，培养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培养，对。养成888的好习惯，就是英文的 make it a habit。你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习惯，表示你常常做，你每天都会做。那好习惯表示你每天都做的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养成好习惯就是把这个好事情变成你每天都做的事情，叫做养成好习惯 ，make it a habit。好，哇，这么多同学都写出来了。好，我们念一下这个by的句子好了。好，就是他养成抄笔记的好习惯。很好，那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他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如果是写成这样呢，那比这个抄笔记会更好一点，就是他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对，记笔记，对，因为这个记笔记就是就是跟抄笔记是有点不同的，对不对，李乔老师？记笔记就是你把它写下来，抄好像是你边看着边写那个感觉。有个东西这样子看着写。好，记笔记、抄笔记都可以。其实我们蛮常用记笔记的。记笔记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记笔记就像李乔老师，我们在上课，同学们没有看到你的板书，他们一边听一边记，是这种的感觉。没错。好，哇，嘟嘟自己想了一个句子，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好啊，请同学们把今天的生词抄在你们的书上。太好了，这个句子，嘟嘟的这个表扬。对，很棒。抄在什么什么上，这个你们可以把它学起来，就是我们语法点1的用法。抄在什么什么上，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语法点，所以你们把它记起来。像嘟嘟就是用了这个语法点，它的句子非常地道。句子非常地道。好，我们再一位同学的好了，这位应该也是新同学 ，Trent 同学的抄笔记。他养成抄笔字的好习惯，这个炒跟抄是不一样的。炒有点那个炒菜是 cooking 的炒哈。对，你怎么要炒这本书？你要拿来炒一炒 cook the notebook。因为这个中文就是最大的一个复杂点，就是说一个声调就会改变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偏旁就会改变一个字，一个部首就不一样了。对。那各位同学，你们抄笔记是用手嘛？所以是用手抄。那你炒是那个 fry or like cook， 是用火啊，用火炒菜，用火煮饭。对不对？那你不可能去抄笔记，是抄笔记哦。好 ，OK， 好可爱哦。好 ，OK， 没问题。梦梦来了，梦梦你好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哦。好，第3个重点呢，我们有一个用法叫抄近路。梅老师，你们会说抄近路吗？会，我经常这个事情我经常做。好，各位同学，不过这里的抄就不是这个动作了，就不是这样子，不是在写的动作了。对，抄在这里不是写，是这加起来就变成一个片语，一个短语叫 take a shortcut。
超近路的意思就是，本来你从你家到另外一个地方要10分钟，那你超近路之后，你只要5分钟或3分钟就到了。哦，所以英文叫 take a shortcut， 就是你走一些别的路，让你比较早到那个地方，这个叫超近路。哦，超近路。好，这个棉老师常常超近路，对不对？哦，好，那如果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可能要10分钟，那像梅老师超近路，可能3分钟就到家了。超近路会让你回去一个地方的时间比较短。哦，回去的时间比较短。好，我们在念选项之前，唐龙好像又有一个问题，哈哈哈。好，他就是说，我想把我们的语音录下来，可以吗？这个是怎么录？我不知道。唐龙，你要加个把哦，我想把我们的语音录下来。如果唐龙你是问这个句子对不对的话，你要加个把才对哦。我想把我们的语音录下来。好，哇，大家一样，我们还没有念，答案都出来了。因为他们太棒了，理查老师教的很清晰，所以他们很懂。这个梅老师，我觉得超近路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而且呢，我们不一定是讲走路，我们可不可以讲学习超近路呢？学习超近路就还是走捷径呢？我觉得学习超近路可能就是不太好，太譬喻过头了，对不对？我觉得超近路比较是事实上的那种状况，走路的时候你走比较近的路，让你比较早到那个地方。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也常常超近路，你们走别的路就可以比较早到那个地方哦，比较早到那个地方。OK， you can arrive at the place earlier because you take a shortcut. OK， 好，林老师帮我念选项。就是李丽。好，近路，好，回家，好，抄，好，这个太简单了哦。我们念一下拼滚的句子好了。好，就是李丽抄近路回家。对，李丽可能这样子回家，她要走10分钟，她现在走这条路，她这样3分钟就到家了。哦，所以这个叫 take a shortcut， 就是李丽走另外一条路，3分钟就到家了，不用10分钟。好，再来伊格纳同学的句子，也是李丽抄近路回家。哇，伊格纳你好厉害哦，你答对了。好，学习请问老师，学习语言不要选择抄近路，对，学习语言不能抄近路，不能偷工减料。对，这个就是有一种 metaphor， 一种形容的方式，就是你学习语言不要选择那种比较快的方法，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脚踏实地啊。好，阿能的中文真的越来越好了耶！哦，对，他很努力的学习哈。哦 ，Teresa， 好 ，Teresa 是美国的同学哦。好 ，American，OK。因为他最近他女儿结婚了，他寄他女儿结婚的照片给我。是的，哇，太漂亮！他是巴西人，所以他回去巴西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哦，就是他住在美国，然后他女儿住在巴西。对，他女儿婚礼了，他就回去巴西参加。对，很好，很好，对啊。然后我还教他说，你在婚礼的时候说一些中国的这个成语，你说百年好合，你说新婚快乐，他真的在学耶。是啊，对呀，很有意思。早生贵子哈。对，好 ，A nurse， 我可以加入你的班吗？A nurse， 你已经在 ，You're in。好，那梅老师，我们念一下青云的句子。好啊，刘青云大明星哦。香港的大明星。李丽抄近路回家，影帝啊，刘青云是影帝。好 ，OK， 那各位同学，我们还有第4个跟抄有关系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小抄。
小林老抄。师，你们说不说小抄？会有，会有说，有时候会说。有时候会说。对各位同学，小抄啊，到底什么是 small copy？small copy 很简单，真的就是 small copy，就是这个东西啦。你考试的时候，你就偷偷的这样，你考试的时候，哦，没有人看到，你就这样偷偷看你的小抄，英文叫 cheat sheet，cheat sheet。哦，就是老师没有在看，哦，梅老师不在，理查老师也不在，你就偷偷的拿出你的小抄，然后考试啊，赶快把答案抄下来，哦，这个叫小抄哦。那这个就是你考试，我们中文说考试作弊哦，考试作弊的时候会拿出小抄哦，考试作弊。对，我写一下哦，考试作弊。作弊。我们在大陆那边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出猫。出猫，猫咪的猫吗？对，猫咪的猫叫做出猫。出去的出吗？出去的出猫。我还真没听过诶，出猫很有意思，出猫啊。好，所以你们梅老师，你们也会说小抄吗？就是很少说小抄，因为说小抄呢，可能有一些就是小孩子他不太懂，然后呢说作弊好像听起来又不是很好，太直接了，就找了这一个词出猫。为什么要叫出猫啊？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因为当时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老师会跟你开玩笑，你今天有没有出猫？出猫，就是可能意思就是你知道老鼠偷吃东西，那我们这样看小抄作弊的时候，也是像小老鼠一样偷偷的看，然后这个猫就出来了捉这个老鼠，老鼠作弊就是这样子，对，叫出猫。那各位同学，考试作弊就是 cheat on the exam。你考试的时候，你可能拿小抄，你可能出猫，那这个就叫考试作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小明现在这个 behavior， 小明现在这个行为就是考试作弊，他就是考试作弊。好，李乔老师，你给答案了，对吧？真的吗？你看，你说小明考试的时候，哎呀，还好，没关系，因为同学们已经都把答案写出来了，对他们真的很厉害。好，梅老师，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句子好了。好，就是考试的时候，好，小明，拿出，偷偷，好，抄，小抄，好，小抄就是这个东西了哦。你们各位同学，你们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不要带小抄哦，千万不要带小抄 ，Don't bring your cheat sheet。好，我们念一下 Dana 的句子好了。好，就是考试的时候，小明偷偷拿出小草，这个读草，不是抄哈。好 ，Dana， 你写错字了，你再改一下。火字旁的这个呢，应该读草，第三声。三声的啊，好，我们念一下萌萌的句子好了。好，就是考试的时候，小明偷偷拿出小抄。没问题，小抄就是作弊的东西，哦。好，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个硬的句子。好，就是考试的时候，小明偷偷拿出小抄。好，偷偷就是这样，都没有人看到哦，你也没看到，你也没看到，他就偷偷的都没有人看到，他就拿出来了。偷偷的就是 secretly， 都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看到，这个叫偷偷的偷偷的。好 ，OK， 这样大家都了解小抄。李曹老师，如果给多一个词出来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个句子了哈。就是我给一个看字，我给一个看字，我给多一个词语就多一个字，这个句子就不一样了。就是看字，看字，看什么？看。考试的时候，小明拿出什么？小明拿出看字，什么是看字？就是一个看 look， 看字
小明偷偷看小抄吗？就是好像是这样子哈。考试的时候，小明偷偷拿出小明拿出小抄，偷偷的看。哦，小明拿出小抄偷偷的看。那个梅老师说的就是把它变成偷偷的看这样的方式，对不对？对。偷偷的看。小明拿出小抄偷偷的看，就是这样子拿出来，然后没有人发现他偷偷在看。哦，拿出小抄偷偷的看，这样也很顺哦。拿出小抄。钟平说，偷偷的拿出可以吗？偷偷的拿出，小明偷偷的拿出小抄，可以加个的。的就是副词，变成副词，修饰拿出。那有时候我们的其实不太，有时候会加，有时候不会加了。应该都可以哦，应该都可以。好 ，OK， 没问题。各位同学，你们要加的是可以的。小明偷偷的拿出小抄，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那我们有时候会把的给省略掉，会去掉不说。这个我们常常在说话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哦，偷偷的拿出可以的哦。好，没问题。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再看第5点，抄袭。哇，这个有点难哎。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好了。这个抄袭。哇，抄袭啊，抄袭跟抄的意思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就严重一点了，很严重。抄袭抄是把人家的句子抄下来，但是呢，抄袭是把人家的句子抄下来变成自己的，这叫抄袭。这个句子不是你写的，你把它抄下来，这个叫抄。但是你抄下来之后，这是我写的哦，这不是梅老师写的哦。可是这个是梅老师写的，你把梅老师的句子抄下来，然后说，这是我理查老师写的，这不是梅老师写的，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就叫抄袭。梅老师，抄袭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对。抄袭不对，因为你抄袭的东西是别人写的，你抄下来还说，这是我写的哦，这是我自己写的哦，那这样子不行。所以抄袭是不好的事情，你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偷了别人的句子的感觉哦。好，那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这个意思？好，就是把别人的句子或作品抄下来变成自己的，就是变成自己的，就是有一个强调的意思了。对，好像变成抄袭的东西，好像变成你自己写的，可是不是，这是别人写的，这个叫抄袭。抄袭不好哦，抄袭不好。好的，那么这个梅老师，我们念一下选项好了。第一，好，就是第一个抄袭。好，抄袭。第二个我的。第三他。第四答案。好，这题答案就是 answer， 这题应该不难哦。那跟各位说哦，抄袭是不对的行为哦，你们不要去抄袭别人的东西啊，要自己写啊，要自己写哦。好，那梅老师，我们念一下 Samuel 的答案好了。好，就是他抄袭我的答案，就是他抄了我的答案，还说这个是我写的哦，这样是不好的。好，那么娟娟的句子，我的答案他抄袭可以吗？被他抄袭了。对，被他抄袭，被他抄袭了。被动用被动啊。好，我的答案被他抄袭了。好，如果你们要把我的答案放前面，你们要用 passive voice， 你们要用被动。梅老师，你们说被动吗？说什么人？我忘记那个语法的名字了。就是对，我们就是这样，就是已经被他拿走了。这个抄袭一般就是这个答案或者是这个句子、这个作品，一般是属于那个人的原创，对吧？理查老师是原创。那原创，如果你去抄，你去 copy 他的原创，你去 copy 他的 original， 那你就是抄袭的人了你就是抄袭的人。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无送的，这个是上个句子的吧？OK， 好，抄袭，我觉得很多同学对抄袭还蛮好奇的。抄袭其实不一定抄袭答案哦。好，我们先念一下新同学的句子好了。他抄袭我的答案。没问题。好，新同学很棒哦。那所以呢，这位 Go 同学就问我们一个问题：抄袭答案，那可不可以抄袭别人的文章？可以，好，应该是可以，对，没问题。各位同学，抄袭可以抄袭任何，我觉得几乎都可以耶哦。好，我看看还有没有别人有相同的问题。抄袭别人的文章，这个没有问题，绝对是对的哦。然后抄袭我做的设计，好，抄袭我做的设计，对，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原创，对，各位同学，就是你自己的 idea， 比如说服装设计，对，你的房子的设计，对，各位同学，抄袭哦，抄袭，理查老师这里说不一定是句子而已哦，还有作品哦，只要是别人的东西，别人做的，你把它拿来用，这个就是一种抄袭哦，这个就是一种抄袭。所以某某设计是可以抄袭的，所以你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哦，非常棒，非常棒的句子哦，某某。老师再说一次哦，抄袭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是一个 design。可以是一个 artwork， 可以是 any kinds of work，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作品。你只要是抄别人做的，这个就叫抄袭，不一定是句子而已，你也可以是任何的作品任何的作品。好，然后呢，有同学 Dana 问说，老师，衣服的样式可以抄袭吗？样式就。如果是这个服装设计师做的这个设计，那也就是一个样品出来，然后他抄袭，有这种可能。可以，对，有这个可能。比如说这个衣服的样式是梅老师设计的，理查老师呢，把梅老师的样式拿来自己做，然后说，这是我设计的哦，这个就是抄袭哦，这是不可以的行为。好 ，Dana 可以，衣服的样式是可以用抄袭的，可以用抄袭这个词哦。好，抄袭跟作弊有什么区别？哇，区别可大着了。作弊一定是考试比较多了哦。汉友同学，作弊一般是你在教室里面，你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 cheat， 你欺骗了。你拿出小抄出来了，你出猫了，那你就是作弊。那抄袭的话，你可以抄袭作品，基本上作弊我觉得都是在学校或课堂比较多哦，在school 里面或在 classroom 里面哦，学生比较会作弊啦哦，学生比较会作弊。但是这个抄袭呢，一般这个作品都是别人一个原创，已经做好的，没有做出来的，是他自己的 idea。对，哦，像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机如果是 Apple 的，那别的品牌去模仿它，那这个就是一种抄袭了，哦，一种抄袭了，所以不太一样哦。好，阿能说抄袭我做好的项目，做好项目，梅老师，我觉得项目好像不够具体哦。对，我觉得阿能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因为项目是个很 general 的一个感觉，什么项目？一个很大，它可能分很多的细项，可能说有这个设计，有这个建造项目，有设计项目，有装修项目，其他的。所以阿能抄袭这个东西，通常我们要了解比较具体的东西是什么，手机还是衣服设计，还是什么，还是句子哦？通常我们要具体的东西哦。好 ，OK， 抄袭爱豆的形象，爱豆是 idol 是偶像吗？我也不知道这个。idol 好像是偶像的意思啊，这好像网络用语。抄袭 idol 的形象，我觉得梅老师你觉得有？你觉得会用吗？抄袭他的抄袭偶像的，抄袭一个偶像的。我们一般形象我们会用就是模仿吧。模仿，我觉得用模仿 imitate。对，用模仿。对，抄袭一般是作品啦，
mint 抄袭一般是作品，比较不是形象，形象一般是模仿，用 imitate 用模仿比较好，模仿。好，对，抄袭是plagiar， 就是这个字啦，这个字啦，没错，我忘记怎么念了啊。好，对，好的，没问题哦。各位同学，抄袭偶尔会在新闻上看到，或者在报纸，在这个杂志看到这样的词，我觉得蛮重要的哦。各位同学把它学起来。好，把我的视频抄袭。抄袭应该说抄袭我的视频的话，我会报警吧？如果就是因为这个抄袭我刚才说了是属于前提条件一定是它的原创，所以你可以去报警。对，没错，这种行为是可以报警的。阿能，当然你抄袭，如果有人抄袭，比如说抄袭理查老师的视频，理查老师是可以报警的哦。那阿能，你这个句子最好写成：如果你抄袭我的视频，我会去报警。会去报警。如果你抄袭我的视频，我会去报警。可以这样说。好的。哇，这个抄啊，好多意思哦。所以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了啊。我们接下来介绍抄写。好，那其实抄写就是其实就跟刚刚这里的抄的意思差不多哦，差不多的意思。好，那我们来念一下句子好了哦。好，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抄写课文里的句子。对，其实梅老师，我觉得抄写的意思跟抄其实就差不多，几乎一样，不一样，只是抄写可能比较正式一点点了，抄比较一般生活口语的时候用，所以各位同学，你不用担心，老师抄写跟抄有什么不一样，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抄写跟抄的意思差不多，对，只是抄写更强烈的强调了，对，然后也比较正式一点点所以抄写跟抄意思一样，就是 copy 的意思，copy 的意思好，当然如果放在其他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在抄的意思，像这个抄下来，抄在什么上，你就可以写抄写可以把它改成抄写的感觉好，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再请梅老师麻烦再念一次。好，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抄写课文里的句子。好，要求就是 ask，或 request， 要求就是请求，希望他做这件事情，希望他做这件事情叫要求。好 ，OK， 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看起来是没问题。好，我们来做一个题目，抄写抄写，抄跟写差不多意思了就是 to copy 的意思。好，麻烦梅老师帮我念选项。每天，好，每天，好。第二个和尚，和尚。第三个佛经，佛经。第四个这个，这个。第五个就是抄写，抄写。好，好，那这个好，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又不小心把答案讲出来了。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每天和尚佛经。好，佛经是什么呢？佛经就是跟佛教有关的书跟 Buddhism 佛教有关的书叫佛经佛经。好 ，OK。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这个和尚坐在这里，他在写那个佛经，写佛经我没有讲答案好的，我们看 Lisa 的句子，麻烦梅老师。就是这个和尚每天抄写佛经。这个和尚每天呢看着佛经，可能他这边有一本佛经，他就在这边把它抄下来他就这样抄下来抄写，非常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立新的句子。每天这个和尚抄写佛经也可以。也可以。好，我们已经学过了，中文的时间可以放在主语前面，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
所以立新这个句子没有问题，也是对的啊，也是对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新同学的句子好了。每天这个和尚抄写佛经。没问题，你很棒哈，很棒哦。好，那这个句子我想没问题了哦。那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是东南亚的朋友，可能你们每天会看到和尚哦，有的和尚他在写佛经，你就可以说哦，这个和尚每天抄写佛经哦。好，OK， 好的，那梅老师，我们可以考试了。今天我们帮各位同学准备了3题，那各位同学要告诉我们答案哦。哦，好，那么梅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第一个就是抄，第二个抄写，第三个小抄，题目是小梦什么进路去火车站？好，小梦进入去火车站。好，我经常那做的事，这个做的事。你觉得哦，抄近路去火？哎，我是把你当然是有，把答案讲出来。哎呀，很不小心又说出来了。太顺口了，一顺口就讲出答案来了。好，因为我们母语者就很容易这样忍不住就讲出来了。好，各位同学，既然讲出来了就算了，就是抄近路了哦。抄近路就是你走比较近的路到达那个地方哦，你走比较近的路到那个地方哦。小梦，好，进路去火车站。好，我们再还是念一下同学们的句子好了哦。好，我们念一下这个by的句子。好，就是小梦抄近路去火车站。很棒哦。好 ，C 控的句子。小梦抄近路去火车站。不过 C 控你的进写错了哦，这个进是你写成进去的进，我们这个是远近的近哦，近是 like near 哦。那 C 控你再改一下哦，你的进写错字了哦。好的，第一题大家都答对了，因为李朝老师不小心把答案讲出来了哦。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题，我绝对不会把答案讲出来的哦。好，第一个小抄，第二个抄写，第三个抄袭。好，我们的句子是什么别人的作品是不对的行为？好，不对的行为 like wrong behavior or like wrong deed。OK， 作品就是 like a work 啊，作品。好，作品就是别人做的东西哦，叫作品。好，别人就是 other people 不可以再说了，再说答案又出来了。好，哦，汉友成为老师的小土豆了，成为老师的会员了。哇，谢谢汉友哇，老师好久没有会员了哦。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念一下裴静的句子。好，就是抄袭别人的作品是不对的行为。对，抄袭的话就是你抄了，而且把它说，这是我写的哦，哦，这个不可以的。好，还有 Lisa 的句子。好，抄袭被人的作品是不对的行为，是别人哈，不是被人哈。对啊，好的，好，没问题哦。好，最后我们念一下宋平的句子。抄袭别人的作品是不对的行为。对，是不可以的哦，你们不可以抄袭别人的东西哦。好的，如果你要抄袭别人的东西，你要经过他的同意哦，你要经过他的同意哦，你不可以自己随便的去抄袭别人的东西。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好，那要麻烦梅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抄写，抄袭。好，我们的题目是没人发现他拿出了小。这题好简单哦。这题是送分题啦哦，送分题。好，我们台湾是蛮常用小那个的，差点又说出来了。台湾蛮常用小这个的啦哦。那我们学生如果作弊的话，他都会拿出小那个东西，偷偷的看
他以为老师没有发现，其实老师都知道，他拿出了小那个东西在作弊。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你们不可以拿出小那个东西作弊。那这个小什么东西，就是梅老师说的出猫。我第一次听过出猫，很有意思哦。出猫是什么？出猫是什么？就是考试作弊了啊。好，我们念一下这个这位演员的名字大明星的名字，大明星的句子。OK， 没人发现他拿出了小抄。好，没错。好，那我们再念一下 Samuel 的句子。没人发现他拿出了小抄。好，娟娟的句子。没人发现他拿出了小抄。好，没问题。各位同学，小抄就是作弊的那种小纸条。那有人小抄会写在指甲上面吗？有人小抄会写在衣服上面然后作弊的时候，考试作弊的时候就这样把答案写在这边衣服上面。各位同学，小抄有时候有人会写在衣服上面，然后考试的时候就这样偷看。有人会写在指甲上面，考试的时候就偷看这样子。这也是小抄这也是小抄好，没人发现他拿出了小抄cheat sheet。好 ，OK， 没问题。好，那梅老师，我们今天呢已经完成任务了。我们今天教了学生2个词汇，但是我们教的东西更多了我们教了抄袭，我们教了抄捷径，我们教了抄笔记，你也可以说记笔记。我们也学习了抄写，所以学生应该学到了很多东西了，不只是2个词汇而已好，那今天呢，特别谢谢梅老师。梅老师来就有好多新同学来了好，那梅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聊吧。好，下个星期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每次都这样讲每次太忙了。那要做点什么呢？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跟学生聊天了。下星期我们看 free talk 还是怎么样的，还是都可以啦。我们再想想好了再想想。好，那今天就谢谢梅老师咯。也感谢理查老师。哇，很多同学都谢谢2位老师，谢谢2位，谢谢，都非常的有礼貌。对，我们在这里也谢谢各位同学。好，谢谢各位同学这么努力的学习中文对，学习中文不能抄近路哦。对，学习中文不可以抄近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好好学习。好的，那梅老师晚安咯，我们下次再见。再见，拜拜。好，我们今天特别谢谢梅老师。每一次梅老师来就有很多新同学会来，然后梅老师教的也很好他解释的都很清楚。那我们下个星期天再跟梅老师继续聊。那我们也要早一点休息，各位同学不要熬夜我们要早睡早起。好，各位同学再见咯，拜拜。